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。这一次介绍是 X Slim Mini，那这个就是 S Proto 是同一排的。那之前这个在开放式的 ITS 机架里头算是很有名的一个产品。那直立式的设计也符合当今显卡的潮流。后来在 Mini 版本加装了遮罩，算是从开放式朝向常规的机壳来做一个发展。那 X Slim 它完全就是一个常规机壳。它的本身的宽度是可以做伸缩的，从没有显卡伸缩到单槽或是双槽卡，体积分别是 3.6、4.7 或 5.8 升，每一档增加 1.1 升。那它的电源供应器是用 EU 这种载电源。在装机的部分的话呢，它在最小的模式是不支援显示卡的，但我自己也不太想测没读显的东西。那单槽模式的短卡其实非常的少，那我之前有找了一张 WS5100，但因为实际的游戏性能，大家之前影片可能也看过，那我自己也没有很想装。那双槽模式呢？之前那张3060偏偏又是2.5槽，也不能装，搞到影片好像差点拍不了。那我就来想想第四种模式，那来找一个单槽的 W6600直立。那接下来我会跟你说我是怎么安装的。那前言的部分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做好绝缘，因为里头实在是太挤了，毕竟它不是传统的 A4 背靠背的架构。第一点呢，考量空间有限，所以我就直接把挡板给拆了。那我这边运用显示卡末端的螺牙固定，你要找塑胶螺柱啊，还是黄铜都可以。那最后我只用了一个螺柱基本锁一下而已。那搞定固定之后呢，那我们是来想想看这个讯号要怎么转出去。这边我就碰到一些问题。那我一开始买的 DP1.4 的转接线，进来接上荧幕会闪烁，上 4K 120赫兹就会闪了。那后来想说死马当活马医，找一个 DP1.2 来试一下，结果反而没有问题。那可能是因为这条线本身够短吧。不过后来装到 G9 在 5K 240赫兹下呢，当然还是会闪。但估计单槽卡应该也没有人会接那种荧幕啦。那所以就只是跟大家讲，我有去测试这件事情。那在90度的 DP 转接头其实还蛮厚的，所以为了避免空间上的不足，我这边呢再加一个180度，一个可以6pin 的电源转接。总之呢，在 4.7 升模式我装了是装了，纵然画面看起来是还蛮赏心悦目的，不过声音却变成了这个样子。那像搭那种27 mini 的超低侧垂，基本上是预料到了，毕竟那就是拿转速去换的东西。那后来就乖乖改成 5.8 升，那用之前那个2U 的散热器，那双烤下去还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待机本身也很吵，那 CPU 风扇都换了，6600也不应该这么吵。那后来就发现是电源的问题，因为它吸了太多的机壳的废热，自己的转速就起飞了，而且它这个也是薄扇，所以我就牺牲保固把整个电源给拆了，换一个4公分的厚扇。那它的转速比较低，而且我会把方向反过来转，从外面灌空气进去。那电源改装是极度不建议，因为它会丧失原厂的保固。那保险起见，我后来就双烤了整整3个小时来测试系统的稳定。那功耗大概是在255瓦上下，待机大概是在40瓦左右。那对一个500瓦电源来说，我想或许应该是够用了。那经过这一番努力后呢，噪音总算可以压在40分贝左右。那基本待机就是基本的背景音啦。那温度的部分就比较伤感情的，那全程都是顶着我设的90度的温度墙在跑。2U 散热器搭配 10700K， 顶多就是75瓦，3.6G。那如果换那个吵死人的 EU， 但只剩60瓦，那时脉大概是在 3.3。玩游戏的时候，通通都会顶到90度。那虽然说像地平线5啊 4K 特效该中或许还可以玩，不过6600的主战场应该是 1080P， 那在高刷应该会玩得蛮开心的。但如果你想要更高的性能，那其实之前 A4000 已经示范给你看了，这个绝对可以提升超过一个档次。那最后是一些细节的补充，那厂商其实有给你一个 2.5 寸的硬碟支架。那我这次直接锁了2颗硬碟在侧边，那反正 SSD 嘛，有一个锁就可以了。
那这一台电脑呢，有2个 M.2 跟2个2.5的硬碟，那搭配 W600的绘图卡跟8核的 10700K， 在 5.8 升内，我觉得也是蛮满意的。那如果你要换成新平台啊 A4000啊，那更像是一个行动的渲染机器。这个配置毕竟量产可能问题太多了，所以就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。那欢迎大家给予指教。那今天的影片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